等一下，博士，我好像说了鼓动1、2的话，所以完全而快捷地运送乘客，这才是我们的任务，不说也该知道。可是，好吧，过了今天，我不再坐火车侠了。反正我在铁轨上跑得早就厌烦了。再见。等一下！6列国产 CRH-2型的子弹。中国南车集团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使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CRH-2A 中国高速动车组和谐号系列中最出彩的一位成员，他出生自日本，却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中国高速动车组中将中外联合世纪研发制造的动车组均命名为和谐号，所以叫和谐号的动车组最初或者原型车最初都来自于国外或者国外的技术。经过外国的技术转移，我们引进技术，然后吸收，再一步步创新，所以中国和谐号动车组的车型种类就非常多。这其中每一个车型都是我们一步步探索的结果。众多外来车型之一的新干线列车 E2系1000番台，无论是从驾驶操作、节能环保、运营的稳定性，还是从乘坐的舒适性等多方面来看，都是众多外来车型中最好的，而且是目前保有数量最多、衍生车型种类最多的车型。所以本期我们就来看看来自于日本的 E2系是如何在中国成为子车型最多、保有量最大的车系的，和 E2的引进对中国高速铁路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远。所以，我是帆帆，一个不务正业的汽车 YouTuber。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和谐号 CRH-2系列动车组的前生今世。2004年8月，原铁道部开始为中国铁路第6次大铁速时速200到250公里级别的第1轮高速动车组技术引进招标。日本以川崎重工为代表的日本企业联合体和原中国南车青岛4方联合投标并成功中标。其实中方一开始是将日车，也就是日本车辆制造和日立制造所洽谈有关新干线列车的进口和新干线技术的转移方案的，因为中方当时看上了他们拥有的700系和800系的列车及其相关技术，这是当时日本最新的技术平台。但是遭到了日车和日立的拒绝，被拒后的中方随后就直接向川崎重工招手。巧的是，当时恰逢川崎生意惨淡，看到中方的招手，川崎重工立马回应，双方便一拍即合，没有提过多的前提和要求，便爽快地达成了共识，并准备出口3列 E2系1000番台动车组和该车辆的全部技术于中国。最初川崎和中方的合作遭到了日车、日立以及 JR 东日本的反对，他们认为不该将日本新干线的技术同车辆一并转移给中国，因为这种事情此前从未发生过。之前向中国台湾出口过新干线700系台湾特供版本 700T 动车组，那也只不过是仅仅出口的列车，并且有着严格的使用权限和规定的使用期限，并没有任何的技术转移。但是川崎重工力排众议，毅然决然地决定与中方达成合作共识，并在不久后的2006年3月8日将3列新干线E2系1000番台列车直接送抵山东青岛港。这一天没有太多的鲜花掌声，也没有太多的媒体记者，更没有更多的社会关注。但川崎重工一定不会想到，当年的这个决定却深刻地影响了未来中国几十年的铁路事业，并且间接地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高铁帝国，而且在未来成为了自己在国际铁路市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这批订单的合同是在2004年10月20日签订的，包括出口新干线E2系列车以及新干线E2系相关技术的转让，总价值约93亿元人民币。首批订单一共有60列，均为200公里级别的动车组。到了中国后，被正式的定型为 CRH-2A 型，为 CRH-2A 系列最基本的车型。当时的编号为 CRH-2A-001A 到060A， 后来在2014年规范编号格式后，就是 CRH-2A-2001到2060。这60列动车组中，前3列为日本原装进口，随后的6组是以日本生产散件的形式运往中国，由中方在日方的指导下进行组装。其余的51组以技术转移的方式，由日方指导中方如何具体生产和组装。CRH-2A-2001到2003为日本原装进口。CRH-2A-2004到2009为日本生产散件，中国负责组装。这9组皆服役于上海局。第10组为中方自行生产、中方自行组装的第1组 CRH-2A， 编号为 CRH-2A-2010， 作为首列国产化的 CRH-2A 动车组，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随后，该车被安装了 ATP、信号参数等专业设备检测和监视系统，成为了中国第1列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不
不过他是白医生，不是黄医生。到了2007年11月底，首批这60组 CR-72A 全部交付完毕，除了综合检测列车归总公司所有外，其余全部交付于上海局、武汉局和成都局。CR-72A 是动力结构为4动4拖的动力分散型动车组，实际时速为250公里每小时，持续运营时速为250公里每小时，最大运营时速为250公里每小时，最大实验速度为292公里每小时，轴重不到14吨。什么是轴重？轴重也叫轴荷，是指每根车轴允许分摊的最大整车质量。相对于我国传统列车，轴重还是少了一些。车体材质为铝合金，气密性要比随后生产下线的 CR-H1A 动车组要好上好几倍。牵引电机为3菱电机技术授权，株洲南车电机生产的 MT205 型交流电动机和日立技术授权，永济电机生产的 YG92A 型电动机，功率为300千瓦，采用 VVVF 控制方式驱动。在2007年刚刚投入的 CR-12A 型动车组，大多数城市间还没有专门为其建造的高速电气化线路，只能运营在部分高速化、电气化改造后的既有线上。加之当时我国的铁路大环境就是列车粪便直接外排，导致绝大部分既有线铁路上都是屎粪横流，奇臭巨脏。而恰巧 CR-H2A 动车组的空调设备进风口置于车底，所以就会把铁路沿线的污物以及丢弃的垃圾一并吸入，并迅速地通过空调系统将异味充满整个列车。这样的话，空调过滤网也需要频繁清洗。于是2天一小洗，4天一大换，也就成为了 CR-H2A 的日常操作。后来 CR-H2C 以及 CR-H2 系列其他后续车型都将此问题进行了改进，把空调出风口设置在车辆上方。首批的 CR-H2A 后来也运营在了专门为他们而建的客运专线上，也就没有了这个顾虑。这件事情也渐渐导致了后来生产的普速列车的车厢由直接排放改为了集便式，再到某特定站点集中抽取。已经生产的列车和旧的在运营的列车也开始逐步进行厕所集便式的改造，加上厕所革命政策的推广，更加快了旧车型的改造，所以既有线沿线的环境也随之大大改善。2005年6月到9月，原铁道部展开时速300公里级别第2轮高速动车组招标，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和日本企业联合体联合成功中标，获得了60组 CR-12C 的订单，合同金额总值为95亿元人民币。根据本次合同的要求，本次订单中的列车不同于之前的 CR-H2A， 对整体速度的要求都有了提升，要求持续运营速度为275千米每小时，最高运营时速为300千米每小时，实际最高运营时速为350公里每小时，最高实验速度为350公里每小时，标称速度为300公里每小时，并且不再行驶于经过高速化、电气化改造后的既有线，而是直接运营在新建的高速城际铁路和客运专线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铁线路。2007年12月，首列 CR-12C 下线，编号为 CR-12C-20611，前2组下线的2C，也就是2061和2062，于2008年1月在北京环体进行实验。4月24日，2061在京津城际铁路上进行高速测试，最高时速高达370公里每小时，打破了中华之星创造的321.5千米每小时的记录。有空我再给大家做一期中国历代最高实验速度列车的故事。CR-12C 的1阶段和2阶段是指2个制造阶段，2阶段是在1阶段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提升的，但主要还是在速度方面的提升。CR-H2C 一共生产了60组，1阶段和2阶段各生产了30组，其中1阶段的 CR-H2C-2061和 CR-H2C-2068 为综合检测列车，其余28组为正常干线列车。1阶段的车型是在 CR-H2A 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再研发的。动力方面，除了一些配套设施的升级，比如输电工升级为了 SSS 400加型高速输电工，和在输电工2侧加装了一些像日本新干线列车一样的立体维护主楼罩外，最主要的升级就是将原先 CR-H2A 4动4拖的动力结构升级为了6动2拖。牵引电机为永济电机公司制造的 YG92A 和株洲电机公司制造的 MB5120A 3相属龙式牵引电机，功率提升到342千瓦，相较于 CR-H2A 增加了42千瓦。外观方面，由于有反映2A 在车顶的前照灯不够亮的情况出现，所以在车头处加装了一对大灯，被叫做单凤眼。让我说难看吧，也还行，但是对于我这种看惯了 CR-H2A 和新干线1、2的车头造型的人来说，总感觉这样很违和，但确实在照明亮度方面给予了质的提升。还有就是之前的 CR-H2A 车身侧面的蓝色腰线是延伸到驾驶室2侧为止，而2C 的腰线一直延伸到车头正面，并且在车钩保护罩上相连，有那味儿了。CR-H2C 动车组2端驾驶室和 CR-H2A 一样，可以控制打开车钩保护罩，进行重联运营。本批次1阶段的2组 CR-H2C 综合检测列车配属于铁路总公司，其余28组 CR-H2C 1阶段动车组全部配属于上海铁路局。2008年6月29日，
首列 CRH2B 长编组列车下线，编号为 CRH2-2111。本批次订单一共有10组，编号从2111到2120，整车为16辆大编组。虽然是在 CRH2C 之后下线的车型，但是各项数据以及动力系统跟 CRH2A 基本相同。原来的4动4陀变为了现在的8动8陀，取消了重联控制系统，因此无法两车重联运行。动力和车体结构方面沿袭了 CRH2A， 但是在外观方面则是结合了 CRH2A 和 CRH2C 的外观。车头使用了单凤眼的设计，但车身腰线却使用了 CRH2A 的样式，没有像2C 一样在车前相连接。该批次10组 CRH2B 全部配属于上海铁路局。在 CRH2B 下线的2个多月后的9月，新型号 CRH2E 下线。本批次下线的 CRH2E 一共有20组，编号为 CRH2E-2121 到2140。CRH2E 更简单，因为车辆整体和之前的 CRH2B 完全一致。同样的16编组，同样的车头造型，同样的动力结构，只是在 CRH2B 的基础上更改了车内布局，变为了长编组卧铺动车组。除上述方面之外，跟 CRH2B 基本一致。现在这一批次的 CRH2E 只剩下19组，2组属于广州局，17组属于北京局，还有1组是在2011年的723温永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中发生事故的 CRH2E-2139。当时担当的动301次列车追尾了一列由 CRH1B 担当的从杭州站始发前往福州南站的动3115次列车，导致动301次动车组第1至第4位车辆脱轨坠落桥下，其中1节车厢悬空。事发后1到5车报废拆解，11到16车被总公司回收，并改造为了综合检测列车。事故发生的4年后，2015年7月，经过改造后的 CRH2E-2139 变为了 CRH2G-0205， 重新进入大众视野，获得新生，继续为中国铁路事业发光发热。时间刚进入2010年，在1月份首列2阶段的 CRH2C 下线，编号为 CRH2C-2091， 并且在郑西高铁上的高速实验中创造了393千米每小时的记录。紧接着的2月就开始在郑西客运专线上投入试运营。2阶段的 CRH2C 是在1阶段的 CRH2C 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车体总体没有大的改变，但是在车体架构上进行了结构优化，也对墙体进行了加厚处理。另外就是最主要的牵引电机改为了永基电机公司制造的 YG92B 和株洲电机公司制造的 YQ365 3相属龙式牵引电机，轴功率也提升到了360千瓦，其余方面基本跟1阶段的2C 保持一致。2009年，由于青岛四方也承接了新一代380公里级别的高速动车组 CRH380A 的研发任务，并且已经研发出了新车头样式，并且获得了各项空气动力效能和实车实验数据。所以原铁道部决定将 CRH2C-2150 作为 CRH380A 的实验实体样车，改为使用下一代新车头。所以你看到的 CRH380A 并不一定就是 CRH380A， 也有可能只是个戴着 CRH380A 面具的 CRH2C。2010年4月，该动车组在青岛下线。2010年4月26日开始在北京环铁进行实验，并在车上逐步安装各种实验设备。5月11日开始进行高速实验，基本上每天可以在郑州和灵宝之间跑上3个来回。高强度高速实验一直持续到8月。该阶段实验之后，在武广客运专线继续实验。11月，正式的配属给了上海铁路局，作为综合检测列车使用。作为只是换了新车头的 CRH2C 2阶段列车，所以它的功耗、性能、结构等各方面都保持着 CRH2C 2阶段的水平。这不废话吗？后续的 CRH380A 系列众多车型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造、再设计和再研发的。2016年11月，基于 CRH2A 的 CRH6A 动车组下线，并且和 CRH380A 一样，也拥有着庞大的衍生车型体系。这2个大系列都能单独再讲一期了。从2013年开始，铁路总公司对各类车型进行要求，根据以往的运营经验和旅客乘坐需求，在各个动车组基础平台上，对列车的定员、旅客服务设施、司机操作设施、列车的主要性能等进行了统一。所以在2013年后新购置的 CRH2A 动车组都为 CRH2A 的衍生车型，统型 CRH2A。司机室驾驶员的座位由之前的靠左改为了居中，中控台布局与 CRH380A 相同，取消了车顶部的天线，并且取消了驾驶室连接站台的司机门，改为了小窗替代。司机室门被移到了驾驶员座位的正后方，用来连接车厢内部。转向架主要是由 CRH2C 上已经比较成熟的高速转向架发展而来的。统型 CRH2A 动车组一共生产了365组，也是目前保有量最大的动车组型号，没有之一。排名第2的是 CRH380B， 保有量为353组。
统型 CRH2A 以微弱的优势暂居数量排行榜第1名。2014年9月 ，CRH2H 下线，但是只有2节车头。该动车组在统型 CRH2A 的基础上研发，采用了大量的新材料和新结构，并且对外观进行了重新设计，车头完全变样。与其说和 CRH380A 像，不如说 2H 和380A 跟日本新干线500系动车组像，因为这2个车型确实是采用了新干线500系的车头设计风格，线条更加流畅，风阻系数更小，气密性也更加良好。随后 CRH2H 和 CRH2G 合并为同一车型，称为 CRH2G。CRH2G 重点解决了耐高寒、抗风沙、耐高温、适应高海拔和防紫外线老化5大技术难题，能够适应零上40度到零下40度的温度，也能安全地运行在强风沙和高海拔地带。2015年12月12日 ，CRH2G 开始投入兰州铁路局中川机场线试运营。2016年1月8日 ，CRH2G 担当的动8810次驶出乌鲁木齐南站 ，CRH2G 耐高寒、抗风沙动车组正式投入运营。本批次28组 CRH2G 全部配属于昆明铁路局。之前的车型全都是在青岛四方生产的，但在2015年11月，中车南京普正车辆有限公司也试制了一列 CRH2G， 在原型号的基础上，对电机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提升。也有人叫该型号为 CRH2G 技术提升型，编号为 CRH2G-4501， 并同样配属于昆明局。2015年8月 ，CRH2E 也想采用新车头进行重新设计，所以在原先 CRH2E 的基础上结合 CRH2G 和 CRH380A 进行改进。在8月下线了2列新车头样式的 CRH2E， 一列为 CRH2E-24611 的耐高寒版本，一列为 CRH2E-24622 的普通版本，后者更适合于南方地区。而车内的布局方面也跟此前的 CRH2E 基本一致，没有亮点。2组列车均配属于广州局。CRH2E 采用了新车头，统型 CRH2A 说我也想用。同年12月，在统型 CRH2A-2460 的基础上采用了新车头设计，但仅仅只试制了一列。虽然外观跟 CRH2G 一致，但是它的里子却是一列正儿八经的统型 CRH2A， 所以无法跟 CRH2G 进行重联，但可以和 CRH2A 进行重联运行。奇怪的重联又增加了。曾配属于成都局，2018年后配属于昆明局。2017年3月，全新的 CRH2E 方案落地，采用了从未尝试过的纵向卧铺的布局，跟之前相比，大幅地增加了可载客量，降低了运营成本。2017年7月1日 ，CRH2E 新型纵向卧铺动车组在北京南站迎来首发，全新的铺位方向和单人空间化的设计，给乘客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本次的内部布局升级，主要是改变了铺位的方向，由原来的横置改为了跟列车运行方向一致的纵置。铺位还是分上下2层，都有自己专属的可供观景的窗户，所以从外面看，新 CRH2E 好像是2层，其实是1层。有一点是照顾到每个不愿主动去争抢的人的性格的了，就是由于新的布局，过道在中间，铺位布局在左右靠墙，并且上下铺位都有自己的独立窗户、独立的围帘、独立的小桌板、独立的阅读灯。除了卫生间，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一个人独享的。不想跟别的陌生人多说一句话的你，就可以全程隐身了。为了进行纵向布局 ，CRH2E 车体尺寸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对比之前的 CRH2E 更大了。车体高度由最早2C 头型2翼的3.7米和2G 头型2翼的3.86米，增加到了现在的4.05米，宽度不变，这个肯定不能变。车体总长增加了11.4米，总体空间变大，乘坐体验更加舒适。但可惜的就是这么好的车只生产了3列，编号为 CRH2E-2463 到2465，全部配属于北京局。目前担当动939、940次列车，票价比飞机票有时候还要便宜。夜间的悉发招致，想乘坐的小伙伴记得要提前了解，因为这个车次并不是每天都会开行的。总结 ，CRH2A 一共生产下线了121组，除去2010去做的综合检测列车之外，一共还剩下120组。统型 CRH2A 一共生产下线了369组，2G 头型的统型 CRH2A 一共生产下线了1组，2C 头型的 CRH2B 一共生产了10组，统型 CRH2B 也就是 2A 头型的 CRH2B 一共生产了17组。CRH2C 一阶段一共生产了30组，除去2组综合检测列车外，一共还有28组。CRH2C 二阶段也一共30组，除去2150换成了 CRH380A 的车头后当了综合检测列车，一共还有29组。CRH2E 一共生产下线了20组，一组在723事故中损毁后改造为了 CRH2G0205，所以现存的 CRH2E 一共有19组。2G 头型高寒版和正常版 CRH2E 各1组。纵向布局 CRH2E 一共3组
CRH2H 只生产了2节车头，所以只能算 0.25 组。CRH2G 一共下线了28组 ，CRH2G 技术提升型一共生产了1组。随着统型 CRH2A-4131 成功交付于太原铁路局，也代表着庞大的 CRH2 系列动车组正式停产。但截止目前 ，CRH2 系列及其衍生子车型系列仍然是我国高速动车组中最主要的力量，没有之一。CRH2A 是我国引进国外技术中被榨得最干净的一个系列了。在日本本土，12系从1997年开始服役，期间经过了多次再生产。虽然有很多组已经报废退役，而且新车型也在逐渐代替，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一直承担着主力运输任务。日本本土的12系逐渐没落，中国本土的 CRH2 系列在将自己的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后，也逐渐的被取代和变成热备车型。CR300AF 和 CR300BF 的上线运营也更加说明了这一点。日本外交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接下来就要看中国学生的表现了。最后，我想和大家说说大家讨论最多的关于铁路文化方面我想说的一些话，顺带回应一下上期介绍 CRH1 节目中一开始的那条醒目的弹幕：为什么非要上升到文化层面？其实很简单，在我个人看来，并不是为了多高的境界，只是为了多长脸和少出丑。当我们的铁路文化足够优秀和自信，我们自己的国民和这个世界就会对中国铁路多一份了解和关注，少一份取笑和误解。如果我们当时足够优秀，那么我们就不会让剧情、镜头、台词全盘照搬日本动画片《铁胆火车侠》的中国国产动画片《高铁侠》过审。人家动画片里全是自己国家的明星车型，包括和谐号 CRH2 的原型车 E2 系也在其中，而我们的却一言难尽。或许有人会说，也没有必要像日本那样什么都要拟人化、二次元化。这话其实说的没毛病，但是动画也只是途径或者手段罢了，目的其实都是宣传自己的国家名片。放眼世界，说实话，提到高速列车，除了中国人的外国人，基本上能想到的都是 TGV、SAE 和新干线。在复兴号服役之前，中国高铁也只是在以极简狂魔的身份和高铁线路里程之最，才在世界上崭露头角。当然，复兴号服役之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使得一个领域有自己的文化，就可以避免很多啼笑皆非的闹剧。比如印度某些媒体多次使用中国驻日核军演的图片，P 了国旗后就堂而皇之的成为了印度国防外宣的宣传图了。别笑，这种闹剧我们也有。第一次看到时，我人是傻的。那种知道会被一些群体用来嘲讽的把柄被人抓住的感觉很不舒服。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铁路仍需努力，加油，中国铁路！本期关于中国高速铁路和谐号 CRH2 系列动车组的介绍就到这儿了。好消息，以后皓月映画关于铁路方面的视频终于要有一个自己的系列了。这个系列叫什么名字呢？目前还没定。不过上次我发了个动态，征集了大家的意见，然后什么复兴号、和谐号、两轨之间、皓日映画、皓月株式会社、皓月况且，甚至连皓月888都能给我想得出来。我是真地服。我觉得上次由于只是发了个动态，所以看到的观众应该不是很多。那么这次我重新向大家发出邀请，请为本铁路系列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吧，就发评论区，4个字的应该会比较好听一点吧。大家各抒己见，我将会把赞最多的一个正式的作为本系列的名字。当然，前提是这个名字得合法正规，不侵权。纷纷难得把命运交给大家，大家能够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在大家的鼓励下，我一定会一期比一期更强一点的。好，就说到这儿吧。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一定要转发和分享，让更多的人来看哦，帮帮孩子吧。我是皓月映画的芬芬，一个小 YouTuber，我们下期再见。